别人是去荒岛锻炼求生技能，而他却把野外求生过成了野炊度假村。饿了就炭烤野生小海鱼，渴了就随时随地摘个新鲜椰子补充电解质，等吃饱喝足还能愉快的游个泳、洗个澡。他的名字叫大壮，妥妥是一名富二代。由于女朋友瞒着和他的兄弟去看划龙舟，大壮从小到大哪受得了这种委屈，一气之下便独自离家出走，稀里糊涂的来到这座荒岛上解解闷。大海以它独有的神韵吸引着大壮，这么清澈见底的海水，不来一个自由落体实在说不过去。大壮仿佛可以看到海底的童话世界，甚至下面纵横交错的树根也看得清清楚楚。女生说得好，一生气肚子很快就会饿。大壮可以证明这一点是真的，因为他的小肚皮早已发出了给给给的声音。带着路上捡来的一副潜水捕鱼装备，大壮的荒岛生存模式正式开启。只不过刚刚潜入海底不到1分钟，依然没法摆脱快潜手的美誉。45秒已经是他的极限时间了。上浮重新换气，继续猎捕，随便碰上了一群小鱼，大壮发射的鱼箭也成功避开了所有目标。这一下差点没把他气死和憋死，又要赶紧先浮上去吸一口气。这画面就连我隔着屏幕也为他着急。在海底找了半天，大壮终于遇到一条傻不拉几的呆鱼。看他这轻蔑的眼神和漫不经心的游姿，仿佛映射出这条呆鱼的傲骨之气。天不怕地不怕，海里我最大。大壮才不管你那么多，瞄准目标，一声令下，呆鱼用他的铁头功硬要和鱼箭比一下高低，结果可想而知。一身傲骨的呆鱼这次终于撞到南墙了，撞得他头破血流，四处逃窜。可现在为时已晚，大壮拖着鱼线慢慢往回收，呆鱼1年0、2个月的生命就此结束。整个捕鱼过程还不到1分钟，时间再长一丢丢，恐怕大壮也憋不住。这条呆鱼吃下去应该没什么问题吧？应该不会降低智商的，对吗？大壮可以说是过足了捕鱼瘾。早早下班的他并没有急着生火煮饭，而是在一棵大树下找到一个淡水出水口，经过一番装模作样的咕噜咕噜，味道好像不咋地，还是天然的电解质饮料靠谱一些。喝饱饱，洗完澡，是时候上岸照顾一下呆鱼的身后事了。百看不厌的收集木柴，神奇的点火操作，一切都是童年野炊的记忆，有没有？大壮在篝火两边插上2根树杈，使其形成一个简易的烧烤架，用小刀稍微修整一下树枝，紧接着把呆鱼串在上面放入烤架上烘烤。底部木炭的余温足以让呆鱼充分成熟起来，再也不要像以前那样处事不惊。大壮一向做事都很讲究细节，为了能够让呆鱼全身受热均匀，还专门找来一小根树枝拖住它的尾巴。如果有需要，还可以把呆鱼翻个面，在旁边无聊的时候往火堆里丢了一把枯叶，这样就能让食物更加有烟熏的味道。伴随着浓烟滚滚，呆鱼的皮肤也在逐渐黑化。烤到一半的时候，摩羯座的大壮又犯起了强迫症，原本固定好的烧烤架非要拿木头去敲上几下，这下好了，整条鱼都掉在火堆上，欲火焚身。不过好在呆鱼的脸皮够厚，鱼肉并没有被烧焦，只是表面敷了一层黑色的海底泥而已。放眼望去，浩瀚无边，大壮忍不住感慨万千。很快黑色料理已经大功告成，取出树枝，剥开烧焦的鱼皮，你们看，这么厚的脸皮，也难怪呆鱼之前那么头铁。他以为凭借厚脸皮可以无视一切，结果现在只能让大壮超度他了。顶着喝酸奶也要舔盖的原则，鱼皮粘住的鱼肉也丝毫不浪费，再来一点礁石上的海盐，今天的黑暗料理瞬间提升了好几个档次。享受完美味的食物，当然要来上一口不要钱的天然电解质。可能冥冥之中早有安排，大壮在一棵不叫椰子树的树底下成功摘到了一颗椰子，你听撬开的声音也是十分另类动听，能把荒岛求生过成海岛度假村一般，估计德爷贝爷听了也会晕厥过去。在荒岛生存能吃上比洗脸盆还大的比目鱼，究竟是一种怎样的体验？大壮昨天的荒岛野炊还没吃够，今天又来野外改善一下伙食。废话不多说，直接上装备，下海底瞅瞅有啥好吃的海鲜。真是出门遇贵人，刚下海就发现一条小鲨鱼在炫耀它的勇技。出了名潜水快枪手的大壮，非但没有退缩，反而用鱼枪去吓它，真是不作死就不会死的节奏呀。第一枪依然还是成功避开了整个鱼群，而旁边游来的鲨鱼兄也不忘做出嫌弃的动作，这下可真是丢人丢到家了，只能换口气再接再厉。运气这东西有时候说来就来，瞄准目标一击毙命，一条小鱼就此遭殃。此时鲨鱼兄也是虎视眈眈，不过大壮丝毫没有将它放在心上，继续寻找美味的海鲜。即便海底猎物到处都是，但大壮的眼力着实令人不忍直视，几次尝试都让美食成功跑掉，没辙了，只能瞄上在海底行走缓慢的鱼儿。就你了，比目鱼先生，瞄准射箭。大壮直接一箭教他做鱼，这条比目鱼还是挺大的，死到临头还不停张嘴求饶。
很可惜他今天出门没看黄历，遇错人了。快速简单的弄了2条带鱼补一补。反倒的过程中，大壮遇到了一艘小渔船，对着渔民说自己不太喜欢吃黑不溜秋的鱼饵，于是二话不说就把第1条捕到的带鱼递给了渔民小哥。不过我总觉得大壮会不会不太敢吃那条带鱼，生怕吃了它之后脑子的转速会成倍的下降。不过这么大的一条比目鱼也足够大壮垫饱肚子了。大壮用鱼枪压着比目鱼在水中，以保持它的新鲜度，自己稍微回到岸边休息一会。谁曾想鲨鱼兄一路尾随，差点吃掉自己的午餐，好在及时发现，这才保住了自己的美食。为了不夜长梦多，还是赶紧生火把午饭做了吧。大壮在树荫下简单刨开一个火坑，捡来一些枯枝与火绒，每棒咔嚓一响火就来了。接着把比目鱼随便处理一下，不料比目鱼的身边多了有一位不速之客。这只小寄居蟹发现大壮之后，魂不守舍，赶紧开溜。大壮把鱼简单的处理后，直接将比目鱼架在炭堆上烘烤。趁着烤鱼的时间，还是先搞一个免费的椰子解渴，精神一番。几盏茶的功夫，比目鱼就被炭火烤得乌漆嘛黑，还是翻个面稍微烤一下就开吃吧，不然时间等得太久，直接吃炭得了。过了1炷香的时间，午餐终于可以开动。虽说比目鱼的外表被烤得很黑，但里面的鱼肉还是细腻白嫩，吃上一口真是美味又可口。再挤上几滴柠檬汁，撒上一些五香粉在上面。别问我配料是怎么来的，我说是捡来的，你信吗？有了捡来的配料加持，吃起来更是香甜爽口。不得不说大壮这个人真会享受，让他吃的根本停不下来。这样一条其貌不扬的鱼饵，就把大壮吃得饱饱的，忘掉与女朋友的争吵，忘掉世俗的烦恼，简简单单又过一天，美哉！城市太喧嚣，人心太虚假，我要去荒岛静一静。大壮把荒岛求生硬是过成了连续剧的生活，爬起树来灵活的就像个窜天猴似的。谁会想到堂堂富2代的他，就因为生女朋友的气，如今只穿一条大裤衩，来到了鸟不拉屎的荒岛避世。在这里，大壮只能靠双手自力更生，年纪轻轻就拥有绝世的掏穴技术。像这种满是荆棘的淤泥里，绝对是泥蟹的藏匿天堂。大壮掀开木头仔细翻找，周围的空地都不能留有死角。皇天不负有心人，大壮很快就在淤泥里发现一只大泥蟹。泥蟹意识到有侵略者就范，于是高举双钳准备迎敌。看这架势，恨不得把大壮撕碎。可惜他哪里想到这次遇到的对手竟然是地球上最强的灵长类动物，所以蟹哥的好日子要到头了。按以往的经验来判断，最危险的地方猎物往往就越丰富，收获机会就越大。果然是这样，大壮潜入荆棘后不久，就在泥沼中发现了第2只大泥蟹。这小泥娃子实在太调皮了，即便被大壮抓了起来，他的钳子还死死地钳着木棍不放。蟹哥全身上下都被一层黝黑的泥土包裹着，一点都不显露他清新脱俗的本来样貌。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半遮皮扒半遮脸吗？大壮才不管你遮不遮脸，立马捡来绳子将蟹哥五花大绑。正所谓转角遇见爱，大壮在另外一片泥沼地里又挖到了一只凶狠的泥蟹。这只大家伙也是有点泥色的。大壮本想调戏一下蟹总，结果拇指差点变成8级伤残。至于第4只蟹老板，在一众螃蟹中，他应该是最机灵的那一个。你骚扰我，我就钳你；你不理我，我还钳你。这只古惑仔很懂得利用自己的优势所在，丝毫没有放弃反抗的可能。这只披着狼皮的羊只不过是雷声大雨点小而已。大壮根本看不起这只蟹仔，连把它带回去烹饪的一丁点欲望都没有。至于今天晚餐的主角，就是手中这2只蟹王，它们个头不但出类拔萃，最为关键就是活泼好动，鲜美汁水丰富。他带上自己的全部身家，绕过大半个海岛，迷路的大壮终于又来到了沙滩边。在生火之前，还不忘跟2位蟹老板戏耍一番。毕竟来了荒岛求生有好些日子，再不找标的物互动一下，恐怕会得抑郁症。2只蟹老板不愧是大壮精挑细选出来的，他们还是那么生龙活虎。时候不早了，大壮开始捡柴生火做饭。今天就用椰子围成一圈充当灶台，紧接着用镁棒在中间点起一堆篝火。求生老手，速度确实不凡，动作麻利迅速。此时在火堆旁的2位蟹老板似乎嗅到了死亡的来临，于是想趁机逃跑。大壮肯定不会如他们所愿，刚想把他们抓起来火烤，结果遭到了反抗。大壮这次不会再跟他们谈情说爱了，直接拎起砍刀，手起刀落。可怜的2位蟹老板直接被2分为4，里面满满的蟹膏，看得口水都快流出来了。将它们扔在炭堆里，很快就看到蟹壳逐渐变得通红，而里面的蟹膏与蟹肉开始飘香四溢。再翻个面烘烤一下，就可以顺利出炉了。大壮的强迫症再次泛起，非要搬来一块木头充当桌面，整齐摆放好食物才肯开吃，满满的生活仪式感。就属他的女朋友不懂珍惜，在吃之前还不忘吹几口仙气去除余灰，这也太讲究了。大壮用小刀将蟹壳完美敲开，
吃上一口鲜美的大前肉，简直让人唇齿留香，欲罢不能。看着他大快朵颐的样子，想必早已把自己为何来岛上的原因忘得一干二净。吃饱喝足之后，还搞了一个单杠练练肌肉。这里的生活如此美妙，有吃有喝，还要什么摩托车？回去当董事长已经是不可能的了，你们说呢？肥美海鲜自助餐，没事就猎捕东星斑。为了能保持曼妙的身材，闲来之时还可以来几个引体向上。因为这里的伙食实在不敢恭维，好端端的荒野求生历险记，硬是让大壮活成了美食探险。由于前段时间和女朋友吵架，一气之下就跑出来荒岛求生。无论家里人怎么阻拦，都难以阻止大壮不羁的心。今天一大早，大壮准备潜水狩猎新的美食。之前很多观众认为大壮作假严重，所以今天他决定自制捕鱼工具，削出一根趁手的木棒，用捡来的生锈铁片做成插头，再用绳子将其牢牢捆绑在木棒上面。很快，一把大壮牌捕鱼神器就制作而成。为了使捕鱼神器能一击毙命，大壮利用石头将铁片磨得锋利无比，这下就可以轻松上阵杀敌。大壮开始在海底四处摸索起来，在潜水区域，鱼叉使用起来更加得心应手。一条躲在礁石缝隙里的小红鱼，很快就成为了大壮今天的第一主角。整个捕猎过程就像原始狩猎一般，快很准。大壮上岸第一时间就是清理小红鱼的内脏，然后将其埋在沙滩里，这样不仅可以起到保鲜作用，还可以防止其他猎物惦记着。最后别忘了画一个圈做标记。大壮再次潜海捕猎，也许是鱼叉做的特别给力，不到一会功夫，又在礁石中捕获到一条躲在暗处休息的东星斑，这简直不要太爽。大壮同样的操作，埋下了第二条猎物之后，继续到海底嗅一波。火眼金睛的大壮立刻发现海沙底部隐藏着一只琵琶虾，对准目标一击毙命。整个捕猎行动大获全胜，但总感觉有点过于顺利。看来这一期又要在评论区解释一番了。大壮把埋在沙滩里的鱼儿全部翻了出来，接下来又是该好好享用美食了。大壮找来最基本的木柴和棉絮，又到每期出场3秒钟的美棒表演了。一刮一刷，火堆立马燃起熊熊大火。大壮一边等待明火烧成炭堆，一边在砧板上处理今天的主角们。去鳞割肉的手法娴熟的不得了。等一系列加工结束后，一旁的火堆烧得正好合适，脸皮够厚的琵琶虾直接丢进炭堆里火烧，而另外2条鱼饵则架在木棍上面隔火慢烤烟熏。在等待美食的过程中，大壮还不忘在镜头前秀一波捕姿手，这是当年追女朋友的时候特意学的，如今物是人非，只能自娱自乐。玩累了，海鲜大餐也可以开始享用了。一刀切开被烤熟的琵琶虾，个头虽小，但肉不少，其味道跟龙虾完全不同。它的虾肉爽脆滑口，还带点甘甜，而且有补肾脱毒的效果。烤鱼片更是鲜嫩可口，回味无穷。在大壮看来，每天能吃饱喝足就是他此刻最幸福的。大壮激动地随手做了几个引体向上。别看他是富家少爷，平日里也是没少锻炼，如今没有了烦恼，怪不得大壮舍不得回家。趁着夕阳余晖，毫无顾忌地爬到树上，可以欣赏一番阳光与海滩。总有一种思念留在心间，总有一种祝福挂在嘴边。2023年祝大家突然暴富，前途无量，突飞猛进。当然，最重要的是阖家安康。好了，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关注我，让世界更精彩。